元前202年初，乌江之畔，寒风凛冽。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，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结。此前，在垓下五路大军的四面楚歌声中，他的美人虞姬香消玉殒，他的西楚霸业灰飞烟灭。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面对咄咄逼近的汉军，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，不知道会不会想起8年之前那个背着剑来投奔他的少年。他更不曾想到，8年之后，曾经的少年会变成抵住他咽喉的利剑。你要不怕死，就拔剑刺我；你要怕死，就从这儿钻过去。识字吗？还揣着本破兵书。这个紧握手中剑，正在被聚众羞辱，却隐忍不言的年轻人，名叫韩信。区一个小无赖，还整天挎着把剑。虽然父母早亡，也没有什么营生手段，经常忍饥挨饿，但却苦读兵书，剑不离身，以示自居。春秋以来，士人兴起，他们以智勇纵横天下，为效忠之人披肝沥胆，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。而剑正是士人君子身份的象征，更是韩信心中重于一切的信物与信念。然而，时代变了，秦统一6国之后，士人的荣光已然黯淡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嬴政中道崩殂，秦二世胡亥继任以来，赋役越来越重，百姓疲弊不堪。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公元前209年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，积怨的天下和6国贵族复国的渴望被彻底点燃，轰轰烈烈的反秦战争就此开始。此刻，在淮水之阴，已经饿了好几天的韩信，还在水边钓鱼谋食。小伙子，这些饭菜你拿去吃吧。一饭之恩，铭记在心，日后定会报答。堂堂男子汉，不能养活自己，还说什么报答？大娘从未想过，这一饭在韩信眼里可值1000金。此时，
600里外的会稽郡吴县，楚国旧贵族项梁与其侄项羽举兵伐秦。与此同时，当过泗水亭长的刘邦已在沛县起兵。在这个群雄奋起的时代，心怀国事之梦的韩信终于找到契机，经过一番思索，带着舍不得卖掉的长剑，投入到当时实力更强的项梁的麾下。在下韩信，自幼熟读兵书，兼通韬略，愿随将军征战，效犬马之劳。但现实却给韩信好好的上了一课。无论是项梁还是项羽，都没有重视过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。无论是伤亡惨重的定陶之战，还是破釜沉舟的巨鹿之战，韩信从没有得到过发挥才能的机会。虽楚军征战数年，依然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知己。他也曾多次献策，但从未被项羽采纳。韩信的满腔抱负，不知何时才能实现。直到一场饭局的开启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，也改变了他的命运。这里是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的白鹿原。在2000多年前，因为临近灞水而被称为灞上。先入关中灭秦的刘邦正率军驻扎在此，而项羽的大营鸿门位于西安市临潼区，距离灞上30多里。沛公在山东时贪财好色，如今入关后却一改过往。此人雄心不可小觑，务必斩草除根。公元前205年初，为了款待刘邦一行，项羽在鸿门摆下了一场暗藏杀机的盛宴。从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到范增愤慨，数字不足与谋，剑拔弩张，惊心动魄。在这场历史上最著名的饭局上，一众豪杰纷纷亮相，人们注意到了许许多多的细节，却很少会注意到霸王帐外有一名执戟郎中也在注视这一切。今沛公入关中秋毫未犯，将军不伤反责，这难道不是暴秦的延续吗？或许是刘邦的自谦与冷静，让项羽放松了警惕；或许是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的先手，使刘邦获得了安全保障；又或许是张良樊哙的一举，预留下了最后的生机。刘邦得以从险象环生的鸿门宴全身而退，也俘获了帐外韩信的心。一边是26岁意气风发的青年王者，一边是年近半百暮气沉沉的老夫。但这一次，韩信却坚定地选择了后者。不能认输先将，只有匹夫之勇，项王不可与谋。沛公先入咸阳，秋毫无犯，与关中父老约法3章，可谓深计远虑。转投沛公帐下，
定能成就一番事业。鸿门宴散，韩信离开了项羽。然而，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玩笑。韩信当斩！就在韩信以为自己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，却在无意中触犯了军法，被判处了死刑。你们主上不是想夺取天下吗？为什么要斩壮士？韩信临行前的豪言壮语打动了监斩官夏侯婴。通过与韩信的交流，夏侯婴深感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还将他举荐给了刘邦和丞相萧何。韩信虽因此保住了性命，但也只是被任命为主管后勤的治粟都尉，依然没能得到主上的器重，建功立业遥遥无期。鸿门宴上，项羽虽然没有取刘邦性命，却违背了先入关中者亡之的约定。他大肆抢掠，屠戮关中，并一把大火把秦始皇耗费多年营建的咸阳城付之一炬。之后，项羽分封刘邦为汉王，管辖巴、蜀、汉中三郡。这3个地方位置偏远，交通不便，与富庶的关中平原仅有几条栈道勾连。公元前205年初夏，数万汉军刚进入汉中，刘邦便以张良之计，将来时的栈道付之一炬。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向项羽表示自己再无北上之野心。但这一举动，在刘邦的部下们眼里，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建立功业的机会。众多汉军将领选择了逃离，刚刚投汉的韩信也不例外。禀报汉王，丞相跑了。由他去吧。等等，你说谁跑了？萧何萧丞相跑了，快去追！2天之后，刘邦终于缓了一口气。萧何并没有真的弃他而去，而是去追回了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——治粟都尉韩信。任治粟都尉期间，韩信曾多次拜见萧何，或许是他对时局的分析，多次提出当下不宜休养，而应该主动出击；亦或是在成秦军制、提升军队战力的主张，深深打动了萧何。经过了多次对谈，萧何笃定，这个看似平常的年轻人，胸怀中却有着非比寻常的心思与谋略，定能够带领汉军走向胜利。这正是自己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他追回来的原因。在萧何的力荐下，韩信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。拜将坛遗址位于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。2200多年前，汉王刘邦在此搭建高坛。在汉军上下所有人或是惊羡或是怀疑的目光中，刘邦将象征大将军身份的印绶和虎符交给了不到30岁的韩信。汉军大将军韩信。
此时，韩信终于获得了人生第一次展露军事才能的机会。1个多月之后，他将翻越秦岭，还定三秦。即便将刘邦赶到了汉中，项羽还是忌惮他的声望和能力。为了遏制汉军北上，项羽3分关中的秦国故地，将章邯、董翳、司马欣这3员归降的秦朝旧将封为雍王、狄王、塞王，命他们扼守秦岭，将刘邦围困于名为汉中的牢笼。大将军认为应该何时出击？时不我待，事不宜迟。刘邦原本采用的是张良的策略，入汉中后积蓄力量，休养生息，然后缓途东出。但韩信却表示，最好的时机正是此时此刻。大将军何以见得？这要从大王和项羽2人说起。项羽之勇只是匹夫之勇，项羽之人只是妇人之仁，所到之处动辄屠城杀降，虽称霸天下，但百姓离心。而大王先入咸阳，应为关中之王，何况您废除秦之苛法，约法3章，关中民心早已归附大王，而非章邯3将。秦岭东西绵延800里，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，山势险峻，崎岖难行，是古代一道重要的军事屏障。从汉中到关中，只有5条小道可以走，分别是子午道、党洛道、包斜道、陈仓道和岐山道。公元前206年初秋，为了替刘邦拿下应许的关中之地，韩信必须先行穿越秦岭。3秦王中为首的雍王章邯，曾经灭陈胜、诛项梁，在巨鹿与项羽相持半年之久，堪称大秦最后的将星。作为秦朝旧臣，章邯对关中和汉中的地形了如指掌。无论汉军走哪条道，章邯只要派主力在道路的另一端守株待兔，定可叫他们有来无回。更何况先前刘邦入汉中时，一把大火烧掉了栈道，重修栈道代价高昂。在章邯看来，这就意味着他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为汉军布下天罗地网。只是章邯万没有想到，从入汉中到回关中，汉军只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。你的计划是用修栈道来迷惑章邯？不，章邯多谋善断，这还远远不够。报！汉军正在修补包斜栈道。报！汉军进犯陇西，攻打下汴。报！东吴道发现汉军踪迹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一时之间，在北上关中的5条道上，有4条都出现了汉军的踪迹。过去，人们将韩信出汉中的计策概括为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但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。
韩信真正的策略是四面烟雾，三路出击。汉军主力究竟在哪条道上？哪里才是汉军的主攻方向？面对播撒在战场各处的疑兵，即使是老谋深算的张邯，也完全猜不透韩信的想法。现在的他，要么分散兵力，四处布防，要么带着手下疲于奔命。但最后的结果，只能是顾此失彼。原本应该知网的人，现在却被困在了网中央。韩信灵活调度，逐个击破，实现了汉军在布局以多打少，最大程度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战术规划。避敌主力，诱敌深入，集中优势兵力，逐个击破。这是对现代运动战的经验总结，而2000多年前的韩信，正是第一代的运动战大师。报！汉军兵临陈仓。陈仓前有重兵驻守，后有司马欣、董翳支援，待我回防，必将汉军逐出关中。但汉军并未在陈仓多加驻留，等待与章邯决战。兵临城下的韩信只派了一部分部队留守，进而竖起汉王刘邦的大旗，率军直奔秦朝旧都咸阳。得知汉王的军队重返关中，感恩戴德的老秦人要么单食湖江，要么投奔汉军，一时之间纷纷响应。章邯反而成了孤家寡人。章邯他们三人身为秦之故将，却向项羽投降，只是手下20万秦军被坑杀，秦人皆对他们恨入骨髓。在韩信的建议下，刘邦申军法，任用天下武勇，奖励有功之将，建立一套奖惩完备的军功授爵机制。从此以后，汉军将士在战场上爆发出的战斗力，不亚于当年横扫六合的秦军。在韩信的战术奇谋和汉军强大的战斗力的双重压制下，勇王章邯腹背受敌，屡战屡败，不得不退守废丘。韩信借此时机攻打塞王司马欣、敌王董翳，彼此失去了呼应的二王，眼见大势已去，不战自降。困守废丘1年后，一代名将章邯悻悻自刎。进而不可御者，速也。在不足1个月的时间里，韩信便还定三秦，收复关中。他的汉中队为迷茫中的刘邦指引了出路，也为夺取天下的楚汉之争拉开了大幕。韩信由汉中还定关中，成为了中国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成功。而于韩信而言，这仅仅是军事生涯的起点。伫立于咸阳的废墟上，韩信远眺山河，曾经熟读的兵书有了用武之地，自己的国事之梦也得到了实现。
不久之后，韩信即将北上，开辟第2战线，最终直面那个对他不屑一顾的西楚霸王项羽。他又该如何战胜霸王，续写自己的军事传奇？